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央大学资工系教授蔡宗翰。现在很多人什么东西都问 AI， 早餐吃什么，去哪里玩，甚至身体不舒服都问 AI。AI 给的答案呢又快又完整，但是呢，它就真的绝对不可能出错吗？教育方面，我看到的是老师大量用 AI 来进行出题或是教案的生成，那或者是教学材料的制作。那学生呢，他们会用 AI 来试图来解答作业的问题。生成式 AI 它是一个语言模型，它会一直就是照它的这个几率的计算，一直写最可能的字下去。可是 AI 在学习的时候，它并没有学到说这些组合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是有效的，那或者说在什么情境是有效的。它只能学到一个大概，但是不代表是非常完整的。所以今天它在这个情境下有可能会误判，然后它写出来是错的。那这时候我们人就要有能力去判断说，在这样的情境下，在这样的写作情境下，那这一句话这个叙述到底是不是正确？所以我觉得思辨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使用 AI 的第一站就是对它发出一个问题，处理日常生活的任务或者是工作，它并不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原本这个任务或工作变成是一个问题，然后去问它。假设是一个旅游的规划好了。那我可能就要把它拆解成一些问题，比如说，那我家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行动不便，然后我是要去这个台中旅游，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建议我一些景点？所以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原本任务，你是要带全家出游，转换成一个问题去问他，所以这个就是提问嘛。这个大脑也是需要频繁的训练嘛，就像是如果你很久没做一件事情，人如果一直都依赖 AI 去帮你做一些事的话，准确度又高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好像看起来都 OK， 都很准，然后你就不会去看里面的东西，然后久而久之，你那个能力就会生疏掉。我们在使用这个前几大的这个通用型 AI， 它通常都有一个使用者条款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把喂进去 AI 的资料跟 AI 生出来的资料当成是重新训练 AI 的一个资料提供这样子。非常机敏的资料呢，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不要送到 AI 上面去，你可能要做一些适度的改换。比如说你是那个名字的话，那你可能要换成什么小明、小华，就是先在其他的文字编辑器把它取代成一些跟隐私无关的。AI 科技的出现提升了生活与学习的效率，但我们仍需保有独立思考与事实查核的能力。只要持续培养正确的资安意识与素养，我们便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，安全且有效地使用 AI 科技哦。